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元音辅音都学会了，但说出的德语依然不够地道。问题可能就出在一些隐藏的进阶规则上，比如为什么读成 Tag 而不是 Tag？ 为什么 Singen 的 ng 不能读成 n 加 g 两个音？遇到 Kaffee 这种外来词，到底该用德语发音还是法语发音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些谜团，用4个关键规则，让你的德语发音从正确升级到地道。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清音和浊音。在德语中，一些辅音会被分成清音和浊音2类。清音德语叫做 Stimmlose Konsonanten， 比如 p, t, k, f, s。 浊音德语叫做 Stimmhafte Konsonanten， 比如 b, d, g, r。 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轻轻地把手放在喉咙上，读一遍，你会发现喉咙基本不动，这就是清音。再读 b, d, g。 喉咙就会有明显的震动，这就是浊音。简单来说，有没有震动就是判断清浊音最快的方法。德语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发音规律，那就是有些浊辅音放在词尾时会变成清辅音。我们一个个来看。 b, p, ab, Urlaub, gelb, d, t, und, Hund, Kind, g, k, Tag, weg, Sieg。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些浊辅音后面接上了元音，比如变成复数或者是添加了词尾，那么浊音就会恢复原本的浊读，而不再清读。 Der Tag, die Tage, das Kind, die Kinder, der Urlaub, die Urlaube。 字母 S 是发清音还是浊音，要看它所处的位置。当 S 处于词首，并且位于元音前时，读浊音 z。 比如 Sonne, sagen。 当它位于词尾或者是一个音节末尾时，就读清音 s。 比如 Das Haus, Wespe, Halsband。 字母 Z 以及字母组合 TZ 永远都读 z。 比如 zu, Zeit, Platz, Katze。 现在我们就请 Dirk 来朗读下面的单词。 Übung, lieb, Rad, Zug, halb, Soße。 接下来我们来看德语里的一些固定的辅音组合。第一个组合 ng， 这是一个鼻音，不能读成 n 加 g。 Singen, lang, Anfang, Hunger。 nk 也是一个组合， ng 的鼻音再加上一个 k。 Danke, Bank, Trinken, Denken。 第三个是 ku 和 u 的组合，这个组合永远读 k。 比如 Qualität, Quelle, Quer, Bequem。 最后是 teon 的组合。德语里的外来词很多都是以 teon 结尾的，这时要发 Zion， 而不是英语中的 shin。 比如 Nation, Station, Information。 现在让我们跟随 Dirk 一起朗读下面的单词。 Übung, bringen, Ring, Linken, Winkel,
Englisch, Frankfurt, Quadrat, Station。德语里有很多来自英语、法语、拉丁语的外来词，这些词通常会保留一点原语言的味道，但发音方式还是要被德语化。比如来自英语的外来词 Computer, Internet, E-Mail, Manager, Team。发音接近英语，但更偏向德语的方式。哦，对了 ，Handy 虽然长得像英语，但其实是德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伪英语。来自法语的外来词，读的时候通常会保留鼻音和特殊元音，比如 Café, Restaurant, Büro, Cousin, Garage。至于来自拉丁语或者是意大语的外来词，读法就比较德语化了，按德语规则来读就可以。Musik, Student, Universität, Pizza。下面来做个小练习，你会怎么读这些单词呢？如果你不确定，那就跟着 Dirk 一起朗读吧。Übung, Journalist, Philosophie, Croissant。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分音节呢？第一，帮助发音。很多德语长词看着吓人，但只要拆成音节，一下子就变成好几个小段，读起来就轻松多了。第二，找到重音。德语大多数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只要会分音节，就能很快抓住重读位置。第三，写作换行。德语写文章时不能随便断开一个词，还是要按照音节换行。所以不管是发音、听力还是写作，分音节都是一个非常基础但是超有用的技巧。我们来看最基础最常用的分音节规则。规则一，两个辅音之间分音节，比如 Winter, Kinder, Lernen, also。这些单词里的两个辅音 nt、nd、ln、ls 都分别被分到了前后两个音节中。规则二，复合词要在组成部分之间分，比如 Hausaufgabe, Deutschland, Fernseher, Geburtstag。看到熟悉的词根就可以直接拆开。规则三 ，ck 分开时要写成 kk， Bäcker。分开时要写成 bekkel， Backen。要写成 bkken。规则四 ch、sch、ph 这些辅音组合是不能拆写的，比如 Machen, Waschen, Philosophie。规则五，短元音和单辅音要放在一起，比如 Vater, Lesen, Boden。这些词里的短元音 e 后面的辅音 n 都会跟它一起进入同一个音节。我们来做一个长词实战练习。Geschwindigkeitsbegrenzung。你是不是也会被这种超长的德语单词吓到？别慌，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第一步，先找复合词结构。这是一个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Geschwindigkeit plus Begrenzung。第二步，继续往下分。第三步，组成完整的音节链。一段段拆分后，你会发现读起来顺多了。写作时要分行，也能轻松地按音节断开，不会搞错。下面请大家自己试着分音节并朗读。Übung: Arbeitslosigkeit, Krankenschwester, Freundschaft, Verantwortung.
今天我们学习了4个进阶发音难点，包括清浊音与词尾浊化、特殊辅音组合、外来词发音以及分音节技巧。建议每天练习5个包含 ng 和 nk 的词。另外，找10个外来词，对比德语和原语言发音，同时选几个长复合词，练习分音节朗读。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